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邵峰。他7年没拿奖，这次本该登顶影后，却在最后一刻被黑掉。他明明演技回春，央视黄金档准备播出，却在开播前一晚被撤了。而另一个人什么都没说，突然开唱，全英文新曲，国际制作人秒登榜首，甚至宣布开个人音乐会，全场爆满。3个名字，3种命运，范冰冰、唐嫣、赵露思。有人被做局，有人被消音，有人破局。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同一周成了中国娱乐圈最鲜明的3面镜子。范冰冰7年后重返国际舞台，蒂姆差一票封后，却被曝评审团内斗。唐嫣央视新剧临时撤档，被录音门殃及。赵露思淋浴热发英文单曲3小时冲顶 QQ 音乐榜，然后宣布11月8号成都开唱思念如面音乐会，34万粉丝抢破伺服器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一个行业的缩影。当有人还在被封杀，有人选择沉默的时候，赵露思已经学会了不打破规则就绕开它。今天我们就从范冰冰的东京疑云讲起，一路聊到唐嫣的无声撤档，再到赵露思的破圈开唱。这3个故事连成了一个真正的时代现场。在审查与恐惧的夹缝里，女演员们究竟该怎么活？我们先把时间倒回东京影展。这次影展，范冰冰是带着作品《蒂姆》去的。她在电影里演一个马来西亚的乡村女性，又是务农，又是学好几种方言，可以说是毁掉外表去拼演技了。结果最佳女演员奖给了日本电影的2位女星。如果只是输了，那没什么好说的，竞技嘛。但离奇的地方在于颁奖前后的各种爆料。典礼后，网上流传出一张据说是评审内部投票的截图。这张图显示，投票分了3轮，第1轮春树的女主白百合就被淘汰了，第2轮范冰冰和另一位女演员票数并列，第3轮范冰冰最终胜出。爆料说，连相关的新闻稿都准备好了，但就在最后关头，评审团里的一位中国导演文彦联合了另外2位评审，要求改动结果。为什么要改？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新洲网的报道，文彦反对范冰冰胜出的非公开理由是，他文彦作为中国电影人，如果让一个迄今一直被大陆影视圈封禁的范冰冰获奖，他自己以后会很难立足。报道甚至说，文彦直言他无法上台与范冰冰同场，更不可能为范冰冰颁奖。这个指控如果属实，那就太可怕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封禁的效力已经从中国大陆一路追杀到了国际 A 类电影节的评审团内部。这种恐惧是真实存在的，它让一个评委在做艺术判断时，优先考虑的可能是政治安全。报道还引述网民爆料称，上海演艺圈向文彦施压，要求他必须把最佳男演员奖颁给王传君。王传君是春树的男主角，否则将从文彦未来的电影项目中撤资。最后，王传君真的拿了影帝，而春树的女主角白百合在颁奖前几天突然在微博发了几个字，还能这么操作，还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，写着得鱼忘全。得鱼忘全是什么意思？抓到鱼就忘了捕鱼的网。这引发了大陆网民的议论，影帝真是王传君啊，那饰演春树的白百合是不是真的被评委做局了？一部大女主的电影，万万没想到是男配角拿了影帝奖，导演也拿了最佳导演奖，唯独忘了片名为女主的女主。
面对这一切，范冰冰的回应非常体面。她在社交平台上回复网友说，当你遇到不公平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这是正常的；当你遇到公平的时候，你要想这是幸运的。而在开讲前3小时，她发了另一条微博：7年了，关过，生活真的把我训练成一名坚韧的女性。7年，从2018年的税务风波算起，刚好7年。她没有撕破脸，没有愤怒控诉，但字里行间全是我本该得，但世道不公的释怀与坚韧。她很清楚，她输的不是演技，而是身份。如果说东京影展上的范冰冰是受害者，那么在采访中的范冰冰就是挑战者。她这次去东京接受了美国好莱坞记者的专访，记者问了她一个最敏感的问题：你还想重返中国影坛吗？换了别人可能就打太极，说期待啊，等机会啊，但范冰冰没有，她直接说，这不是难不难的问题，是今天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。朋友们，这句话是我认为范冰冰这次复出中最有分量的一句。她不是在抱怨自己被封禁，她是在诊断整个中国电影产业。她不是空口白话，她举了例子。她说，她注意到一个数据，中国电影10月份的票房居然比2014年同期还要低。范冰冰接着说，以前当我在中国拍艺术片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很健康的观影生态，有些人甚至可以在票房上达到人民币10亿元，但那个环境几乎消失了。他说的那个环境是什么？我理解是审查，是中国影视圈现在必须符合主旋律，必须政治正确的大环境。题材不能敏感，人物不能真实，导演、编剧、演员全都被一层层的钳制。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你别说拍出多样性了，你能拍出来，能播出来，都得谢天谢地。对于自己被封禁数年无戏可演的窘境，范冰冰的形容是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份礼物。她说，这让她停下来吸收反思，更深刻地理解生活。她引用了一句话，先蹲低才能跳高。她说，跌入谷底给了我抵抗、勇气，还有情感的新深度，那是愤怒、无助、痛苦，这都成了演员的养分。她没有被封禁打倒，相反，她利用这段时间，把自己从一个流量明星练成了一个真正的演员。她去马来西亚拍地母，学方言，学种田，和水牛一起工作。她去日本拍新片，80%都是日语台词，又学了一门新语言。她用行动在说，你们不给我机会，我就自己去创造机会。你们不让我演安全的，我就去演真实的。范冰冰选择的活法是说真话，哪怕这让她站在了所有潜规则的对立面。如果说范冰冰的遭遇是她说真话的代价，那么唐嫣的遭遇就更冤了。她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做，但她的剧说没就没了。原定11月7号在央视8套黄金档播出的《爱情没有神话》突然被撤，换成了另一部剧，官方没给任何理由，但网上的线索全都指向了一件事：王家卫的录音档。录音档里有什么？这件事要从唐嫣的另一部大火的剧《繁花》说起。最近，一个自称是《繁花》编剧之一的人曝光了几段私密录音，这些录音里有2个大雷：一，导演骂演员，疑似导演王家卫在私下点评演员，其中就包括唐嫣，据说用词不太好听，涉及人品身材。二，编剧袭警，这是最要命的。录音里疑似《繁花》的编剧秦雯和助理在炫耀他们打警察被抓，
然后朋友一句话就捞出来，他们的语气充满炫耀，毫无悔意。现在我们把线索串起来，唐嫣的新剧《爱情没有神话》编剧是谁？还是晴雯。你明白了吗？央视作为中共的喉舌，怎么可能播出一部劣迹编剧的作品？尽管这件事和唐嫣本人和《爱情没有神话》这部剧都没有直接关系，但他就是被连坐了，他成了最倒霉的受害人。面对这一切，唐嫣做了什么？她什么也没做，她没有发声，没有回应，没有控诉，她的社交平台只是默默地上传了新的广告花絮。这就是唐嫣的活法，沉默。有粉丝爆出她10年前的采访，她说，当公众人物就要接受所有议论，玻璃心解决不了问题，还不如自己变强。他的沉默是一种冷处理，在当下这个恐惧机制主导的行业里，他很清楚说多错多，只要有争议，官方的态度就是宁可全盘删掉，也不愿冒险。他的沉默是一种无奈，也是一种生存智慧。范冰冰说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，唐嫣的遭遇就是这句话最具体的注脚。好了，说了范冰冰的硬刚，唐嫣的隐忍，我们最后来看看赵露思，她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。就在范唐两位前辈深陷风暴时，赵露思在干嘛？10月31号，她零宣发、零预热，突然上了一首全英文单曲《Black Veil Bride》黑纱新娘，10分钟收藏破万，3小时登顶 QQ 音乐巅峰榜。这首歌的制作人叫 Brian Lee， 他是谁？他是 Lady Gaga、Justin Bieber、G-Dragon、Blackpink 的合作对象。网友说，他这是要唱到国际去了。赵露思的这一步不是心血来潮，是他死里逃生后的大反击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就在1年前，赵露思有多惨。他和前东家银河酷娱撕破脸，他指控公司对他进行言语羞辱和粗暴对待。他当时被诊断出失语症和抑郁症，一度中断工作，但他的合约被绑到2030年，违约金高达4亿人民币。所有人都以为他完了，结果呢？几个月后，他奇迹般的解脱了，免付违约金，成功解约。他转头签了阿里系的虎鲸文娱。就在这首英文单曲爆红后，赵露思又出了一张王炸。11月3号晚，他官方团队透过票务平台大麦网宣布，将于11月8号晚上7点，在成都高新体育中心多功能馆举办个人音乐会《思念如面》。这是他出道以来的首场歌唱，也是他脱困之后第一次公开登台。抢票方式更是前所未见，活动采取答题通关加0元预约模式。11月4号晚8点开启答题，粉丝答对后可获入场资格。开放不到2小时，想看人数突破 34.5 万，伺服器一度拥堵。有报道指出，通关者若需交通与住宿安排，需支付370至392元不等费用，但依旧秒杀完售。这场音乐会不只是演出，更像是一场重生仪式。赵露思用音乐和互动重新定义了粉丝与偶像的关系，不靠打榜，不靠流量战，而是用作品和参与感拉近距离。网友形容他靠音乐杀出了娱乐寒冬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们不知道细节，但我们知道他手里有最大的王牌流量。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他的剧《许我耀眼》开播，播放量飙破20亿。他在剧里的230套造型被封为时尚教科书，穿什么火什么，带货能力惊人。这种能带飞一个平台的商业价值，就是他的底气。
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他这首英文歌，他和范冰冰、唐嫣都不同。他不谈多样性，也不碰审查，他不靠沉默来忍受，他选择的是绕开。他用国际制作团队唱英文歌，他用自己的流量和市场去撬动国际资源。他没有在采访里讲大话，他是用作品和数据告诉所有人，中国的年轻女演员也能自己决定方向。他的活法是破局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从范冰冰聊到唐嫣，再聊到赵露思。有粉丝这样总结他们：范冰冰是浴火重生的凤凰，她选择说真话，用跌倒的痛苦做养分。唐嫣是风暴里的白莲，她选择沉默，用坚强来熬过风暴。赵露思是自己打开天花板的女孩，她选择唱歌，用市场绕开了边界。这三个故事看似不同，却指向了同一个现实。这个现实就是在今天的中国，创作的多样性正在消失，恐惧机制正在蔓延，不确定性笼罩着每一个人。就在范冰冰他们挣扎的同时，北京传出一个新规。知名的漫画家变态辣椒在 X 平台发帖说，北京要求相声演员从2025年11月起，上台前必须把所有段子报审备案，演出时不得现挂、即兴发挥，必须严格照稿演出。相声终于进化到了审批念背的新境界，这就是他们所处的时代。在这样的时代里，范冰冰的不公、唐嫣的沉默和赵露思的破局，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命运，更是对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三种回响。我很好奇，屏幕前的您怎么看这三种活法？如果您是他们，您会选择说真话，还是选择沉默，还是选择绕开？请把您的想法打在评论区。这里是大师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